林帆，涂啊，几千块的精油，别给我糟蹋了。娜姐叫你呢，耳朵不想要，捐了得了。海啸！滚开！别挡我道！杀罪戒尺，报仇别送。我没死。这是金手指，能看见东西的隐藏属性。水，林帆，快给我找水！落水前我开了自动求救，集团救援队24小时待命，最晚今晚12点，直升机准到。真的？苏总，您就是我们全船的救命恩人。男的去收物资，先找淡水和吃的；女的去树林边捡柴生火。不能说，知道回不去，这群人立马能为一口水杀人。捡一堆破烂当宝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林帆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今晚就回家，你捡这堆罐头干嘛？带回去给你妈开杂货铺啊！饿死鬼投胎哦，捡罐头。等今晚12点一过，你们是啃金表，还是喝红酒？笑够了就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你说什么？少爷。那是30万的百达翡丽，我攒着跟你跑路用的。我操，30万说扔就扔，这小子疯了吧？在这他连瓶水都不如，你越留着他越以为能回去，那念想才真会害死你。水、吃的、住的都齐了，就缺个保命的家伙。有他，别说王强，来头野猪我也敢放血。林帆，强哥叫你把水搬下去，大伙儿都快渴死了，你一个人霸着算怎么回事？苏总在底下看着呢，识相点搬下去，强哥还能替你美言2句。滚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自己拿。你也想试试？男的都跟我上！你偏不把水抢回来，老子名字倒着写！那是林帆自己找来的东西，你们凭什么抢？滚开！晚上再收拾你。林帆，大家对物资怎么保管都有疑问，张涛那边也有些不同说法。既然人都到了，你把事情经过跟大家说明白吧。要是你们只相信他的话呢？那就把双方的说法都讲清楚，让大家自己判断。我要是不呢？找死！林帆，小心！你刚才说，真出了事，谁负责？林帆，先把刀放下，有话我们慢慢说。停，有话好说。人多不代表有理，到了这荒岛，谁能让大家活下去，谁才有资格谈规矩。
林帆，给我1瓶水。凭什么10万，今晚救援队一到，回公司我让财务直接打你卡上，够你实习1年。20万，还让你第一批跟我回去。林帆，你别得寸进尺，等直升机一到，你手里的水一文不值。50万，买你2瓶水，够你在江城付个首付，这是我底线。苏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能买到一切？这是常识。那是城里的常识，在这儿，你的钱连擦屁股都嫌硬。你把整个盛唐集团转给我，今天也换不走我一滴水。林哥哥，给口水嘛。只要你给我1瓶，回了陆地，我请你单独吃顿饭。那些大老板花几千万都约不到我一顿饭，这可是你做梦都不敢想的特权哦。我对你这种资本包装出来的商品没兴趣，你连个椰子都砸不开，连条鱼都抓不到，在这岛上除了浪费空气和粮食，屁用没有。1瓶水换你吃顿饭，我血亏。想喝水，规矩说过了，拿物资或者干柴来换。好，林帆你有种，等今晚直升机到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装什么死？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你趁人之危，回去我就报警抓你！醒了就自己喝，慢点，别呛。林帆，你真不该把苏总得罪那么死。晚上直升机一来，是他指挥谁先上飞机，万一他们把你一个人丢这儿……别说话，抬头看天。那是什么雨？地磁异常，这边海磁场全乱了，指南针都当电风扇转。苏清雪那个卫星电话从落水那刻起，就是块废铁。是我，捅得挺像回事儿，没白教你了。这玩意儿别丢，有人摸上来，对准脖子肚子，扎进去嚼2下。我不敢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想当好人，先活过今晚。这顿荒岛迎宾宴，他们熬不过去了。别装死了，趁天没黑透，去林子找椰子。开了，我这个开了！我靠，这椰子早烂透了！吃独食，盛唐的规矩你忘了？强哥，那是我拿命砸开的，留我一口。这椰子是老子找到的，再废话，回公司弄死你！苏总，我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手都磨烂了，一口没舍得喝，全给您留着。王强，干得好！今晚救援队的一到，销售总监就是你的，我个人再批你50万。谢苏总栽培，这条命就是您的。林帆能生火，你们为什么不能？谁能把火点起来？回公司，我个人立马给他80万现金，马上兑现。赵长，80万，谁点上火钱就归谁。
强哥，真没烟，这木头看着干，芯子全是海水泡的盐，搓不着啊。150万，谁能生火，上了飞机就兑现。苏总，我能生火。你个画图的窝囊废，装什么大呢？老子手都搓烂了，你行？你能点？能。 150万是你的了，动手。150万不够，我要2000万。2000万？你咋不去抢印钞机？趁火打劫打到苏总头上了！住手！好，我答应你，火一点着，上飞机，2000万一分不少打到王兰账上。手电拿来。 你干嘛？那是咱唯一的光源。真烧起来了！知识，在这破地方比钱还金贵。 这些木头能烧吗？什么味儿？臭水沟呀！别他妈往我这儿挤！往后一步就是冻死，我挤！都忍着，这烟再毒也比冻透骨头强。12点，救援准来，上了直升机，我包下整个外滩的米其林，随便你们吃。几点了？王强，现在几点了？苏总，这表坏了，针全在乱飘。我的也停了，时针在倒着转。12点不就说不准了？到底还有多久啊？ 给我一口。强哥，你看我干嘛？在这座岛上，没有12点，只有弱肉强食。 林帆，我好冷。滚出去！下面那帮人全疯了，就你这儿最安全。让我烤会儿火，一会儿就行。年会上远远看他一眼都要被保镖推开，现在趴我脚边，松手！只要你让我留下，给我一口水喝，我都行。什么苦都能吃。 只要能活下去，我听你的安排。这里不养闲人，想留下，就拿出能留下的价值。把尸木劈开，清除洞口，再把能烧的库支全部挑出来。做不到，现在就走。文明社会里，我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。可到了这里，名气和身价救不了任何人。这是你挣来的。林帆，外面的风越来越大，再待下去我真的撑不住了。我不会白占位置，我可以守夜。 也可以出去捡柴，只求让我留在火边。凭什么？这些柴是我一趟趟搬回来的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就想坐下来取暖。洞里不缺说好听话的人，只缺真正有用的人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负责守住洞口，只要火灭了，或者有人靠近你却没发现，你们两个都得离开。我明白，凭什么他犯错，我也要一起受罚？因为从他进来的这一刻起，你们就是一组。不愿意，就把罐头放下，现在离开。我没意见。哟，苏总，下面那毒气晚会没玩够，跑我狗窝视察来了。林帆，你确实比我们能熬。火和吃的交我管，护我安全。明天救援一到，回江城我提你当副总裁，年薪1000万，市中心300平大平腾。你脑子被二氧化硫熏坏了吧？你那张空头支票擦屁股我都嫌硬。5000万，盛唐20%的股份，这世上有没能拒绝？这钱你100辈子都赚不到。睁眼看看外面，这儿是魔鬼三角，磁场连光都能扭弯。你那破卫星电话，现在连块垫桌脚的砖都不如。不可能，你就是报复我，危言耸听。救援永远不会来，你把整个盛唐搬过来，也换不到老子一口水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放下你苏总的架子，遵守这里的规矩，谁都不能白吃白住。今晚去把洞外的干柴搬回来，再守后半夜。这半盒肉和火对标的位置，才有你的份。你让我替你干活？苏总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还分什么上下级？先吃饱，熬过今晚，等救援来了再慢慢算。闭嘴！你愿意对一个实习生低声下气，我不愿意。林帆，你别以为困在这座岛上就能踩到我头上。明天救援一到，我会让你为今天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等救援真的来了，你再说这些。强哥，我顶不住了，忍着，还蛮横的把肩膀再往火堆里没劲儿。热，我怎么这么热？你他妈疯了！直升机呢？我的直升机呢？盛唐救援队24小时待命，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死了5个，我们也活不成。你骗人！飞机呢？昨晚12点的救援呢？都砸死的。冻得意识乱了，把自己当成发热，脱了外衣，最后失温撑不过去。这姑娘，失温、脱水、一氧化碳3样一块来，尸木闷出来的毒气，专挑最弱的下手。今天再回不去，还得死人。都给我安静！我以盛唐总裁的名义担保，死的这几个，家属一人赔100万，房贷养老全都顶。活着回去的，每人20万加终身岗位，白纸黑字，律师见证。我卫星电话落水前发过求救信号，这片海磁场乱，所不准坐标，不是不来。现在天亮了，该到了。黑匣子信标自己供电，能连着发30天，撑住就等得到。苏总，话没毛病，可有3样，你变得出来吗？水，3天不喝就得死，咱们已经耗了快20个钟头。吃的，昨晚死的仨不是冻死，是身体没油了，产不出热。火，今晚这火弄不好，要么吸毒气，要么冻死。各抢各的，明天太阳一出，撑不过去的人只会更多。选个头出来，水火人手一块调，谁能让大伙活谁当头。不用选，船是盛唐包的，你们都是我的人，我只会应该的。这儿没劳动法，没合同，没人事部，您那头衔就剩几个字了。王兰老公说的在理啊，可他能干啥？苏总身价100亿，谁再对他不敬，牙一颗颗敲下来。老公，再敢跟苏总抢风头，让你跟那5个作伴。王强这疯狗现在还得用。
刚才王强踹你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这样的人也想管几十号人的命？我拍决策，你只管找水生火。呸！连老婆都护不住的软饭男。陈健不老实，他要是找到水自己藏起来呢？我让张涛贴身盯着，那小子怂，眼睛好使。回去我在江省开分公司，你来管。谢谢苏总。他天没亮就溜了，连你那瓶水都顺走了。喂饱的蛇松手就跑，留下才见鬼。他根本不是诚心跟你，就奔着口吃的这堆火来的，吃饱就翻脸。我知道。你不懂，他是刘菲菲，资本捧出来的顶流。你昨晚那样对他，传出去半个字，人设代言全得崩，他能反咬你一口。那也是他自愿的。就算他飞回去报警，证据呢？这破岛连时间都走不准，让警察坐皮划艇来取证。他跑不是有底气，是怂了。回人堆里套上那身青春壳子，接着演顶流那套，只在文明社会值钱。到了这岛上，他那张脸一分不值。你好像不一样了。连口不带咸味的水都喝不上，连张擦屁股的纸都凑不齐，先活着要紧。有骨气，那就用这个，2只手2条腿，干活，把命换回来。跟上。往东走，找吃的。分头找，有用的搁那儿。5包，行政部采购过这个，1包够一个人扛一整天。松手！你一个实习生，也想在这岛上圈地盘？这是我先找到的。苏总说了，物资全得上交，你这不上交再降，我一根一根掰断你手指！你打死我也不给。这破岛上谁拳头硬谁说了算。你以为你还能打110投诉劳动局？早听话不就没事了，非要这样。这事儿你敢告状，回了公司我让你进去坐牢，你10几年书白读，你爸妈的血汗全白流。法务部那个，我找到5包饼干，他抢了4包还打我，说回公司让我坐牢。擦干眼泪。去哪儿？去把咱们的东西拿回来。今天不立个规矩，这帮人还当咱俩是能随便捏的实习生。直升机来不来，谁说得准？留3包，饿不死自己。苏总，找到吃的了。东侧翻了半天，就找着这1包，一切听凭苏总分配。大海，做得好。回江城，年薪5总监，另奖你100万。谢苏总。只要听指挥，盛唐不放弃任何一个人。周大海一出手就找到吃的，你带个商号来讨说法。苏总，我找到5包，他抢了4包还打我。5包就交1包，那3包呢？松手！他摔一跤就赖我，我真抢了，还拎1包回来干嘛？苏总，林帆指使的，他想抬价卖物资，故意泼我脏水。到底几包？真就1包，我要私存，一辈子出不了这岛。张涛、李斌，搜他身。
林凡，你这是恐吓罪。等直升机来，回了江城，我报警抓你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笑你蠢，你以为我会跟你讲证据？你敢动我？拿着，我和你们不是一条道上的。我的东西，谁碰谁死，别拿劳动法和警察压我。在这儿，我这把刀就是规矩。我不绕弯子，这岛上你占上风，我认。可你一个人守着水和吃的，下头几十张恶嘴盯着，你守得住几天？溶洞让出来，物资交我分，回江城，我个人给你1个亿，现金打卡。这套话我熟，前面给钱，后面威胁，中间卡个法律。可你忘了，你的直升机来不了，卫星电话就是块砖，1个亿就是串数字。给你2条路，第一，听我的。你又来！你以为刚刚的事儿就真把自己当成这岛的老大？不信你就接着等，等救援迟迟不来，食物和水也耗干了，到时候再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。直升机真的来不了吗？宋雅，疼不疼？膝盖得赶紧处理，这天气伤口一化脓，没有眼药，截肢都有可能。苏总找我。周大海回江城直接开除，我给你请律师，全额赔你。实习期还剩3个月，回去直接转正，不用答辩，月薪2万起。你爸妈还住老房子吧？回去我个人出钱给你家翻新。年会喊不辜负奋斗者，第2天就裁了1/3。苏总，您有事直说吧。我希望你离开林帆，他做的每件事回江城都要一笔笔清算，你跟着他就是共犯。救援来了，座位我说了算。回我这边，我给你新人生，留他身边，名单上永远没你名字。这眼神，跟刚才周大海盯我饼干是一个样。宋雅，你想清楚，你现在拒绝我，就等于选了条死路。等直升机来，直升机不会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林帆说的，卫星电话打不通，这岛不在正常航线上，磁场有毛病。你信他？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你信他不信我？我信他。回去您开除我也行，封杀我也行，我都不在乎了。这3包饼干是我脸上挨了巴掌，膝盖磕掉一层皮才保下来的。我想给谁，我说了算。回来了，东西放岩架上，别受潮。先包膝盖，这天伤口不处理，2天就烂到骨头。慢慢嚼，别急着咽，胃空了1天1夜，猛吃全得吐。谢谢。别谢我，你吃的喝的，回头全用活儿抵，这账我记着。吃完去捡柴，往北尖脊那片灌木丛找。昨天晒了一整天，枯枝带水的1根别药。今晚会死更多的人。啥？洞口我封死，就留条缝。今晚风一灌，火灭了，人10分钟就冻透。用得着堵这么严？信我的就照做。北边山脊的柴能搬多少搬多少，火种今晚就是命。
带几个人沿海岸往西搜，重点找水、找吃的。还有，谁敢私自接触林帆，或者往溶洞跑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按叛变论处。放心，苏总，谁敢叛变，我第一个收拾他。王哥，你摸摸这礁石，踩踩这沙子，才正午就烫成这样，比昨天快太多了。西边那层是层碎云，冷破前兆，今晚温度得跳崖式往下掉，8成还带暴雨，露天待着2小时就冻垮。苏总说了，救援天黑前准到，信号早发出去了。你一个吃软饭的，管得着老天爷？你天天往山上瞟，是不是想投林帆？告诉你，谁跟林帆走近就是叛变，救援来了没他座位。他嗅到危险了，搬石头一定有理由。我今晚要是找不到能遮头顶的地方，明天死的就是你跟我。苏总让你去找水，你耳朵是摆设。你要还想过下去，就别拦我，再拦，我回去就给你写离婚协议。你爱去去，出事别怪我没拦你。苏总，他脾气犟，我没拦住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不过他说的庇护所，我看也不是全没道理。您看这太阳，大家本来就缺水，再这么晒，中暑早晚的事儿。他找到了遮凉地方，你也能去避避，让他试试呗。没提救援，没质疑我一句，这人还站我这边，让他去。王兰，你放心，上不了飞机的只有宋雅和林帆。陈建是你老公，我不会撇下他。回去让他来盛唐上班，月薪翻1倍。水，12瓶水。4个人分1瓶，罐头牛肉干集中保管，晚上统一发。谁私藏，扣光配股。歇会儿，外头45度，你中暑倒了，我还得腾手救你，麻烦。永远能把担心你说成你别给我添乱。苏总，东南半山腰有条岩缝，爬上去5、6分钟，横着能塞几10个人，头顶挡雨，还凉快。强哥，半小时前在沙滩上，是谁说我找庇护者是瞎折腾？那是为了稳军心。苏总在这儿，我当然听苏总。够了，上去再说。歇10分钟，所有男人跟我出去。去哪儿？这外头40、50度，出去送死？捡柴。哼，听听，这软饭男晒傻了吧？这天让咱捡柴，他想烧烤啊？这缝深4米，长10米，就一个出口，半封闭的。今晚要是救援不来，得生火取暖。木头现在不捡，湿度一上来全反潮。在这种地方烧湿木头，一氧化碳排不出去，2个小时就能把这儿变成毒气质。到时候不是冻死，就是被呛死。陈大工程师，画图画傻了，还跳崖式降温，还大雨。苏总说了，直升机天黑前就到。谁跟你在这石头缝里过夜？你们不是听不懂，你们是不敢想救援不来。陈建，你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现在的气温不适合户外干活。等3点太阳没那么毒再看。等3点，行。你想造反啊？这洞我找的，柴我捡的，火我生的。觉得热，觉得我疯了，现在就滚！想烤火的，我把规矩撂这儿。想磕3个响头，再加100万，少一样，别想挨这堆火一步。100万！陈姐，你脑子进水了！等老子回城，给你烧1亿冥币，要不要？兰姐，你这老公想钱想疯了吧？天黑前直升机就到，谁陪你守这堆烂木头？一身穷酸气，捡2根破树枝就当大爷了。这是最后一趟了。
林帆，你把洞口堵这么死，晚上咱们咋出去？谁说晚上还想出去？哎呦，终于凉快了！看来最热的时候过去了。咋突然这么冷了？正常，太阳一被云遮住就凉。强哥，这风不对劲啊！这天，直升机还能飞吗？盛唐的定位是军用级的，直升机飞不了，还有船，只要信号在，人一定会来。苏总，救援到底啥时候来啊？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船！救援队，苏总的电话起作用了。脱掉晾衣服，用力挥手，大声喊：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怎么没了？强哥，我刚才的话你忘了？大家都是同事，你非做这么绝？3个响头，100万，少一样，你就在那边冻着。对不起。乱动什么？你又要摔？在公司挺横的，怎么这回又去抱气？你先放开我。林帆，我好痒。痒？我衣服里有东西在爬，好像是虫子。这岛上的虫大半有毒，咬一口就够你交代在这儿。别动，我抓。林帆，逮着了。明天出去找点艾草，别再招虫。过界了，100万，3个头，我白天说清楚了。陈姐，你别太过分，冻死人算你谋杀。白天让你捡柴，你说啥来着？说要在飞机上喝热咖啡。去啊，喝去啊！兰姐，你管管你老公啊！求你说句话。大家别为难我，他倔起来9头牛都拉不回。再说白天你们那么排挤他，他心里有气，这事儿我真做不了主。汪澜，回城之后，我个人出资给你们5000万，钱会直接打进你们账户。苏总大气，这活大家随便烤，磕头免了。滚出去！苏总都出钱了，你说大家随便烤的？我说的是大家，不包括你。苏总，您看看他，拿了您的钱还不让我烤火，这是连您都不放眼里啊！想烤火，3个响头，少一个你会封口冻着去。苏总，我白天骂那软饭男，全是替您撑面子，您帮我说一句，一句就行。磕吧。陈哥，刚才是我说话难听，我错了，让我过去烤烤火吧。只要活着回去，咱俩这趟稳赚。林帆，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？怎么，还惦记回江城打卡上班？直升机、搜救船、苏总那部卫星电话，我全部信了。我只信你。这磁场是个死局，电子设备全废，卫星定位就是个笑话。那群蠢货还等苏清雪的救援显灵，等今晚冻死几个，脑子就清醒了。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以后再说。要是一直等不到救援呢？那就过原始生活呗，这有吃有喝，
还不用打卡，不用当牛马上班，不好吗？你倒是想得开。在这儿我就是霸主。行了行了，先拿2瓶水。今晚风大，多烧一点备用。外面怎么了？先把水烧上，再多添些柴。真正难熬的还在后面。是不是又要下大雨？不只是下雨，待会儿有场大动静。陈姐，多添点柴啊！柴就这么多，嫌冷自己出去捡。我这心脏撑不住了。老赵，你要干嘛去？上去，再待这儿，我真得交代了。我跟你一块儿。离了这队，就永远别想回江城。公司报你们海难，家里1分钱都拿不到。苏总，命都没了，我要那点钱买棺材呀！你有3000万烤火，还坐最暖的地方，我们没那命。反了，全反了！都看清楚了，背叛苏总就是这下场。慢点，我看不清路。咬牙撑住，就快到了。哈哈哈哈！看见没？背叛苏总就是这下场。放着好好的火不烤，非去舔那穷屌丝的脚喂鱼去了吧？都给我记牢了！谁再敢有二心，他俩就是榜样。强哥，我扛不住了！少废话，老子也冷。没柴了。陈健，苏总花了3000万，柴呢？钱买的是昨晚的火，没保你一辈子。想烤自己捡去。大家闭嘴！你少拿那套 PUA 我们。前天你说12点直升机到，人呢？昨晚你说有船，船呢？老赵没了，刘姐没了，现在小孙他们也没了，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？苏总身娇肉贵，几千万买火烤，咱们烂命一条，就搁这等死。救援一定会来，盛唐的实力你们清楚。去你妈的盛唐！老子连今天都活不过去，你还跟我谈实力？都这时候了，还画大饼呢？老李，你这么跟苏总说话，没苏总买火，你们昨晚全冻死。回了江城，苏总一句话就让你们全行业混不下去，都放尊重点儿。混不下去，老子命都没了，还怕在江城混不下去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平时就知道舔苏清雪，到这儿还当沸羊羊呢。昨晚要不是你死命往里挤，小孙能被逼到风口冻死。可他们打我！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就别怪我拳头不长眼。都闭嘴！盛唐你们不信，苏振邦你们总信吧？苏振邦？哪个苏振邦？苏总是苏董独生女，全球前10的东亚航运巨头，你们没听过？他名下有远洋舰队、私人打捞队、专业搜救船。苏总失踪，苏老能不管？现在这片海指定被他翻遍了，只要撑住，人随时来。到时候苏总一句话，你们全家在江城连要饭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爸的路子你们清楚，救援一定来，就是早晚。回位置上，省着力气。苏老的实力信得过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搜救要时间，定坐标要时间，突破外头那片雷暴还要时间。就咱们这半条命的样，撑得到那天？陈杰，你什么意思？别做梦了，做好常驻这儿的打算。一，把尸体扔海里，天回暖了，烂了要闹瘟疫，谁都跑不掉。二，这破缝挡不住冷，天黑前得找个背风干燥的窝。三，昨晚的风肯定把船上东西冲上了沙滩，水、吃的、药，能办多少办多少。四，人人交柴，交多少给多少火，没火的下场你们昨晚都看见了。王兰老公说的对，干等就是等死，我听他的。陈哥，接下来咋弄？你安排，我们跟着干。对，听陈哥的，你安排吧。他在借着救命把我这总裁架空，就按陈建说的办。老李带几个男的处理尸体，王强带女的去沙滩边捡东西，别走远。剩下的跟我看地形，找柴。有点咸。我想上去投靠林帆。你疯了！林帆连苏总的账都不买，能搭理你一个程序员？林帆不买苏总的账，是因为苏总压榨过他。可我没骂过他，没使唤过他，他只跟你们管理层有仇，跟我没仇。对啊，欺负他的是你王强，骂他的也是你，关我们屁事儿。我在公司都懒得跟实习生说话，压根儿没得罪过他。他们不是问去不去，是在给自己找台阶。都冷静点儿，救援随时会到，你们现在跑过去。苏总昨晚冻死了8个，您说救援会来，我信，可万一是明天来、后天来呢？今晚再冻一宿，我撑不住。我们就是打工的，您给条活路行吗？我跟小周走。算我一个。杰饿的前胸都快贴上后背，继续待在这里，迟早要垮掉。涛子，苏振邦再牛，他的船现在又不在这儿，可我肚子是真饿。苏总，我留下。陈杰，苏总有吩咐，你不能走。华南分公司缺个总裁，只要活着回江城，位置就是你的。华南总裁，年薪1000万起的封疆大吏。王兰的财务总监也不动，你们两口子就是盛唐的核心，我说话算话。苏总误会了，我没说要走。林帆那火是暖，肉是香，可他那儿容不下这么多人。小周他们上去，能不能讨到口热汤还两说。我站起来，是因为咱们没时间了。这风已经死了8个，血腥味很快招来食肉的东西。天黑前必须找个背风山洞，备够烧1整夜的柴。华南总裁我很感兴趣，前提是咱们得有命回去做。李斌带2个男的去沙滩捡物资，王强带女的去附近找柴，湿的晒晒就能烧。我带人找山洞。都别愣着，去捡柴！救命的名义，成了他架空我的刀。帆哥，给口吃的吧，1天1夜没进食了。以前是王强逼我针对你的，给口水就行，我给你磕头。想留下，想。男的留下，女的全部下去。林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留这群5大3粗的干嘛？林帆，你这不讲道理吧？大家一个公司的，你囤这么多吃不完，免费分我们点怎么了？就是，等救援来了，我们还念你的好。你搞资本家那套是不是太绝了？图什么？范哥，你干嘛？看清楚，下面没火没水，昨晚冻死8个，今晚接着死。你问我图什么？图你们明天别变成那下面的一根硬骨头。前道王强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你们这群好同事，谁替我说过一句？嫌我刻薄，嫌干活累，这儿没大门，现在就能滚下去找苏青雨。”帆哥，规矩我都懂，这物资你拼命找来的，我们哪能白吃？可我饭量大，半块饼干顶不住啊！这样成不成？我自己进山找野果，下海抓海鲜，找着了分你一半，
我就白嫖你这洞睡个觉避避风，双赢啊，帆哥！把这鬼岛当农家乐了，进山摘果子？你想进山？什么声音？张涛，帆哥，你刚才不是说要自己进山找野果，下海抓海鲜？帆哥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放屁的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留洞里干活，我给你当狗。那怎么行？都是同事，我哪能剥削你？你饭量大，半块饼干确实顶不住。你这提议不错，双赢，我采纳了。别搞我啊，帆哥，那林子会死人的。我嘴贱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赶我走，我吃1/4块饼干就行，一口水。蛇，别吃我！醒了就闭嘴。规矩再说一遍，每天半块饼干，半瓶水，干活换命，找到物资全上交，连做，举报有奖。同意，留下；不同意，滚下去陪苏青霞。同意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我也同意。帆哥，我都听你的。2人1瓶，自己分。张涛，你大爷，给我留点儿！给我喝一口！水喝完了，开始干活。男的都下去，石头、木板搬得动的全给我搬上来。行，帆哥，我们这就去。女的，去捡柴。好，我们去沙滩那边。去那儿，林子边上枯枝多，捡回来。帆哥，换个地方吧，那刚出了大蛇啊！那不是去送死吗？不想去，现在就滚下去。那半瓶水，就当我白给。宋雅，过来。林帆，怎么了？你信我吗？信。带他们去红树林边缘捡柴。都起来！林帆的决策从没错过。想想从沉船到现在，他哪件事做错了？只在最外围捡，手脚快点，出不了事。走就走，横竖都是死，被蛇一口总比冻死饿死强。真把我们当黑奴使唤。吃饱了要消化半个月，这会儿连只野兽都不敢冒头。妈的，真拿我们当内奴使呢！哥，省点劲儿吧，妈也换不来饼干。这不就是上班那套吗？以前苏总在办公室发号施令，我们在外头跑断腿。换个人做龙椅，我们还是牛马。命啊！真没出来。宋雅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林帆咋知道我们一时半会儿回不去的？前天刚飘上来，他就疯了似的囤水、囤锅、囤药，连牛排都搞到手了，这不对劲吧？他就跟我说过一件事。啥事儿？这地方磁场乱，翻船之前，游轮的定位就废了，救援队找不着咱们坐标。他说咱们这辈子可能都回不去了。这辈子回不去。我要向琼家房子港交首付60万，攒了整整4年的钱，下个月就得还第一笔贷，银行要把我房子收走的。我上周刚谈的男朋友，富二代，家里开连锁酒店的，说好回去就见家长，我马上就能当阔太太了，不能死这破岛上啊！回不去的话，过去那些职位和身份，在这里就没有多少分量了。谁手里有水有食物，还能生起火，谁就掌握着主动。现在真正能依靠的是林帆。哭啥哭？留着力气干活，捡不满今晚半块饼干都没有。
范哥，这些防捕木点不着，石头也不能吃，费这么大劲搬上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搭隔层，大伙儿挤在火堆边，不是更暖和吗？人多了，物资伤员和休息区都得分开，没有规矩，早晚会乱。里面用来存放重要物资，也给值夜的人休息。谁干活多，守夜认真，谁就优先进去。木板和石头是我们搬上来的，最后能不能进去，却全由他说算。帆哥，削这些木牌干什么？这种粗活让张涛他们做不就行了？从今晚开始，每天抽2块牌子，一个负责守前半夜，一个负责看管物资。完成任务的人，第2天多分1份热水和食物。守夜的人是抽出来的，奖励却由他决定。这家伙是真准备在岛上立规矩了。名单里怎么没有我？这些杂活本来就该普通员工做，我当然不需要参加。帆哥，这轮班是不是还得分一下职责？不能什么人都混在一起。你想怎么分？他们负责搬东西、守夜。我以前是部门主管，擅长安排人和管物资，可以直接负责里面的储备区。负责管理。在公司的时候，你确实很会安排人，功劳是你的，脏活累活都是别人的。上个月公司团建，你让实习生连搬10几箱东西，自己坐在朝阳伞下面指挥。游轮出事之后，你抢最好的位置，领水的时候排最前面，捡柴搬石头却一次都没见到你。你不是擅长管理，你只是习惯让别人替你吃苦。我没写你的名字，是因为你今天什么都没干。丽丽搬了3趟柴，小琴清理了伤口，小周负责烧水。你除了指挥别人，还做过什么？想进名单，就拿行动换。这里不看职位，不看谁以前穿的体面，谁为大家出力，谁才有资格拿奖励。以前只要说出身份，所有人都会让着我。可在这里，职位已经一文不值了。赵主管，要不明天跟我们一起去捡柴，也让大家看看你的管理能力。人家可是领导，哪干得了这种活儿？别急着笑他，明天谁偷懒，谁一样没有食物奖励。前半夜你看守物资区，我一定看好。赵主管，大半夜去哪儿？不会是受不了这里的规矩，准备自己另起左招吧？我出去方便，也需要向你汇报。林帆能定规矩，是因为食物、水和火都在他手上。你呢？除了躲在后面说风凉话，还做成过什么？有本事，明天靠自己争一份食物；没本事，就别拿我撒气。林帆，你断了我的路，就别怪我掀你的桌子。蛇，大蛇来了！别吃我！别吃我！都给我闭嘴！谁在那儿？是我，赵娜。你个贱货！不是跟着林帆那条疯狗上面吃香喝辣吗？灰溜溜滚下来干什么？是不是人家嫌你脏，把你踹了？我上去是给苏总打探敌情，我得到了一个惊天情报。什么情报？说。这次游轮失事根本不是意外，是林帆一手造成的。哈哈哈！一个拿3000底薪的实习生能搞沉几万吨的游轮，你当他是海神波在地？想用蠢话引起我注意，你可以滚出去了。你们仔细想，正常人海难飘到荒岛，第一反应是找同伴、找高处等救援。可林帆一上岸，不管别人死活，第一时间冲进废墟，疯狂囤积长期物资，几10箱农夫双全整箱自热火锅、战斧牛排、急救箱。
你做销售的懂逻辑，一个坚信救援马上到的人，会去捡那些沉重的要长期保存的东西吗？还有那把刀，军用战术直刀带血槽的，谁家好人做游轮团建随身带一把开刀匕首？他早有预谋。能够搞沉一艘游轮的昂良，绝不是用一把刀能做到的。他在撒谎，但真相不重要。这群饿死鬼需要一个发泄和仇恨的靶子。白天大蛇出现，老李被活吞了，可林帆站在平台上一点不慌，连躲都没躲。他早就知道岛上有怪物，怪不得他敢拿刀断周大海的手指。他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岛上，当他的奴隶。苏总，这小子是个杀人犯，几百条人命全是他害的，抢回来！抢回来！一个实习生搞沉游轮是天方夜谭，可他为什么敢杀人？为什么无视我的命令？如果不去拿林帆的物资，我撑不过3天。林帆现在正熬着丽丽睡觉，他们只有几个人，咱们20多个，冲上去把那个杀人犯绑起来。作为总裁，我不能下达抢劫的命令，但作为幸存者，我需要这群恶狼去替我撕开林帆的防线。你们疯了吗？忘了前天沙滩上的事儿了？周大海抢了几天干粮，林帆眼睛都没眨，手起刀落，几根手指头当场削飞。拿什么跟拿刀的疯子拼？用脖子去卷刃吗？废物，全他妈是废物！他林帆再狠，也只有一个人，一把刀，20多号大老爷们被一个3000块底薪的实习生吓破了胆儿。人的骨头有多硬，你们不知道，砍不了几下刀就卷人，卡骨头缝里拔不出来。咱们20多号人，一人一块石头，一根木棍，闭着眼往前冲，用人命也能把他活活堆死。几十箱农夫狮犬、自热火锅、战斧牛排，全是我们的，横竖都是死，为什么不拼一把？前排的命消耗他的刀，我绝不当出头鸟。赵娜说的对，林帆一个谋杀全船人的杀人犯，咱们这是替天行道。上面有吃有喝，还有能避风的溶洞，凭什么他个底层牛马在上面搂着女人当皇帝，我们在这儿挨冻受河？干死他！抢回物资，给死去的同事报仇！上面张涛他们几个男的早被林帆当黑奴使唤，心里早憋着火。我们一冲上去，他们绝对临阵倒戈。林帆就是孤家寡人，插翅难逃。为了水和肉，跟我上！在生存面前，真相一文不值。林帆，要怪就怪你怀璧其罪。今晚表现不错，赏你的。谢谢帆哥。丽丽姐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多加点水进去？我不要面，我只求你，吃完之后把剩下的最后一口汤赏给我喝。峰哥，是王主管，苏总他们全上来了。林帆，你这杀人犯，搞沉游轮害死全船人，老李也是你害死的。今天我们替天行道，交出物资，跪下给苏总磕头。交出物资，杀人犯！想吃面，不用求他。下面这群人正好给你们送面来了。帮我把下面这群废物打退，不用喝残汤，一人一整桶泡面，再加1瓶农夫山泉。凡哥说的对，干死他们！
想抢我们的面，老子跟他们拼了！全体男的站到崖边来。帆哥，你说啥？他们不是口渴吗？给下面的人加点料。转过去，闭上眼。都给我快点儿！下雨了。尿，这是尿！林帆，我操你祖宗18代！冲上去弄死他们！我一个拿3000底薪的实习生，能搞沉几万吨的油轮？退一万步，就算油轮真是我弄沉的，就算几百条人命真是我害死的，你们这群快饿死的废物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他亲口承认了，游轮就是他弄沉的，他要报复我们。他只有一把刀，我们20多个人冲上去弄死他，不然全得死在这儿。帆哥，20多个人，一人一脚都能把咱们踹死。怕了，让他们全上来，把物资都拿走。你们以为王强会对刚才的事善罢甘休？今晚你们就得滚回那条阴湿的岩缝，吃泡烂的猪食，给苏清雪、王强当奴才。这还是好的，坏一点，王强直接要你们的命。我们不下去，老子要吃面。白天问我捡这些石头干嘛，就是让你们发泄怨气的。下面全是骑在你们头上、扣你们工资、让你们背黑锅的高管。这座岛上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砸死他们，不用赔钱，不用坐牢，往下砸。真砸呀！他们疯了！快退！帆哥，打跑了！干得不错，过来拿奖赏。谢谢帆哥，谢谢帆哥。是你非要大家上去抢，你赔我老公的命！救我！住手！再打会出人命的。王强废了，苏清雪废了，该我们接盘了。不是愤怒，是饥饿。他们在看我，像看一块案板上的鲜肉。想喝淡水，不一定非要去抢林芳的，我有办法。哟，陈公，你生了堆火，就觉得自己是贝爷了，打算带我们去红树林找山泉？你忘了那条一口吞人的大蟒蛇了？不去林子，我可以在这片沙滩上凭空弄出淡水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弄？我可以弄出水，但有一个条件：从现在到救援来之前，所有人的行动无条件听我指挥。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也敢发号施令？苏总还在这坐镇呢，你这叫趁火打劫，叫造反！王主管，那你告诉我，苏总会在野外生火吗？他能从海水里变出一滴淡水吗？半个小时前是你带20多人冲上去的，是你举着火把喊替天行道，结果一块石头砸下来，你第一个抱头鼠窜。老陈是被你们活活踩死的，刘辉的腿是你们逃命时踩断的，2条人命，1条断腿。王主管，这笔血债你打算怎么平？陈建，你说能弄出水，你现在就弄！谁能给老子一口清开水，谁他妈就是我再生亲爹，我就听谁的！算我一个！有奶就是娘，有水的就是王。你弄一坑独盐水干嘛？嫌大家死得不够快？太阳能制热水器，高温蒸发海水，冷凝提取纯净淡水，贝叶荒野求生浇的。现在，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等太阳出来。倾泻。帆哥，早啊，帆哥，咱这大清早的干嘛去？带上家伙，跟我下山搞肉。搞肉？帆哥，你看走眼了，这地方我前天摸过底儿，翻半天石头，除了指甲盖大的寄居蟹，连条鱼毛都没有。这块，掀开它。
我操！愣着孵蛋啊！捡！在吃沙子的鬼地方，这就是行走的顶级蛋白质。范哥，你这眼睛去庙里开过光，你到底怎么知道每只螃蟹藏哪儿的？网文看过吧？我有系统。范哥，这几十只肥蟹中午咋吃啊？清蒸，保住鲜味儿。放屁！有火锅底料，搞香辣蟹。你他妈手滑了！范哥，完了，家被偷了！陈建那王八蛋抄了我们后路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。范哥，陈建带10几个大男人去偷家了，丽丽几个女的根本挡不住物资被抢，咱们今晚就得喝西北风，露天挨冻。范哥，咱们真不回去？不回，物资他们拿不走。为啥？你真觉得那2个男人能守得住？在这看着，好戏马上开场。给我搞快点，拿下平台，女总裁、女明星，老子全都要。陈公，不对劲，昨晚死的老陈、小李尸体呢？连个鬼影都没了。别管尸体，全速前进，直接冲平台！科莫多巨蟹是巨蟹啊！跑，快跑！陈公救我！救命！都他妈滚开！别挡道！王强，我操你祖宗！好看吗？要不你们2个去试试，或许你们的兽欲能战胜他们的兽性。范哥，你放过我们吧。走，上去。物资他们拿不走。林帆，你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王强他们没上来，那些东西也真没越过你放的那几根树枝。树枝？什么树枝？能拦住那些东西？这是那条大蛇的口水，但在这岛上排不到第一，那条蟒才是。巨蜥闻到这味道就跟你一样，只会绕道走。范哥，以后您指哪儿我打哪儿，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少废话，把蟹搬进去。范哥，你也太神了，这都能抓到。范哥，我以前在大排档干过，这螃蟹交给我。在这座岛上，我除了他谁都不信。至于你们，只配干苦力。昨晚被砸碎脑袋的老陈，今早被巨蜥撕碎的马亮，在他面前摆谱，跟阎王殿蹦迪没区别。小点声，哈喇子快滴我鞋上了。你们家吃饭都什么规矩？人先吃还是狗先吃？我们家养了只土狗叫豆豆，肯定人先吃，剩饭才拌菜汤给他。那你还不赶紧吃？等会儿狗要上来抢食了。林帆，你不该这样叫他们。昨晚王强冲上来，是他们拿石头往下压才守住平台。小周的手被蟹夹出血，都没皱一下眉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？昨晚王强带20几个人来砸烂我的脑袋，今早陈建又带12个人来偷家。你觉得他们冲上来会跟你坐下聊人心都是肉长的？他们第一件事捅死我，第2件事把你们几个女的按在地上，你猜第3件事是什么？你在公司帮张涛搬打印资，他转头就在茶水间跟赵娜说你是舔狗，你知不知道？真心换真心，在这座岛上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你借李斌200块买感冒药，李斌转头就跟王强说，你借李斌200块买感冒药，你这人好拿捏，是个软柿子，以后脏救活累活都派给你。你每次替别人挡刀背锅，加班到凌晨3点，
那群你眼里的好同事，有一个站出来帮你说过一句人话吗？你在文明社会当世母，顶多被人当傻子，笑你两句舔狗，不影响你活着。但在这座岛上，你的善良就是见血封喉的毒药。你替张涛说话，他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觉得你好拿捏。下次他踩着你的底线跟你要的更多。农夫与蛇，东郭先生，小学课本就有。你宋大师母是没上过学，还是把课本拿去垫桌梗了？姐，范哥说的对，我以前就不是个东西，背后嚼舌根，我认。你以后千万别替我说好话了，我不配。范哥骂我是狗，那我就是狗。汪汪。骂你是为了让你活着。范哥，说，您定的奖窗规矩，现在还算数吗？算数，做事有赏，犯规受罚。你想说什么？范哥，我要举报宋雅！丽丽，你说什么？今天早上您带人下山，他趁您不在，偷偷翻出2包苏打饼干、1瓶农夫参泉，一个人躲角落里偷吃，包装纸还塞进石缝最里面。丽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明明是你们贱人，亡国贱人！他还骂我说您不在这儿就他说了算，谁敢告状，他就在您面前吹枕边风，把我们全改太胁迫为怪物。他说您已经被他拿捏死了，只要他装可怜，您智商就成负数。你撒谎！小琴、阿刘，今早明明是你们跪着求我。你说低血糖眼前变黑，你说2天没吃胃在绞糖，是你们求我掰饼干分给你们的。宋雅，别拉我下水。我们一直看着你自己吃完的，范哥，我们死都不敢借您的物资，宁愿饿死也破坏您的规矩。范哥，宋雅自己都承认她吃了。林帆，你信我，是丽丽逼我一起吃，说大家成了共犯，他们才敢夜夜要吃就必须一起吃，而且不止饼干，他们还吃了火腿肠、鹌鹑蛋，包装袋就塞在小琴做的石缝里。你现在就去翻。范哥，就是他私下拿了吃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看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范哥，这事儿我觉得有蹊跷。小周，你疯了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范哥，宋雅连别人纸巾都不白借，怎么可能偷吃？肯定是他们几个饿疯了偷吃，被宋雅撞见，现在联手把屎盆子扣他头上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够了，我最后问一遍，你们几个都亲眼看到宋雅偷拿东西吃了吗？亲眼所见，我拿命发誓。看到了，绝对错不了。宋雅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就是我拼死要维护的人，我的善良就是毒药。规矩我懂，我现在就离开溶洞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在这岛上，规矩是我定的。拿了我的东西，一整包，还是一块碎屑，性质都一样。我给你那是赏，我不给你拿了那是偷。偷了还想一走了之？你想怎么样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连命都不值钱。没让你拿命赔，回去待着。今天、明天不能吃一口，不能喝一滴。什么时候学会守规矩，什么时候再吃饭。这是你们检举内鬼的奖赏，1人1桶面，1瓶水。谢谢帆哥，谢谢帆哥。排队，拿。宋雅，吃点吧。周凯，这块饼干是我发给你的，你当着我的面把我的东西送给一个正在受罚的罪人，你想替他受罚？谁碰底线，谁死。递过去，明天断水断粮的就多我一个。范哥，我刚才是脑子抽了。丽丽，小琴，
背上大编织袋，进山打野味。方哥，我也去，我力气大，我背袋子，我给您开路。张涛，你昨天吃了10多只青蟹，满嘴流油，今天还想跟我们抢名额？张涛、周凯，你们留下守家，谁敢偷吃，我直接要他的命。万一下面那些孙子摸上来抢物资，只要敢露头，往下砸，砸死算我的。这小子他妈活腻了吧？昨天那头几米长的巨蜥就在那林子里，还有巨蟒，他居然敢带人进去。他去了那片死过人的林子，能不能活着出来还是两说。范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那蛇来了？往那边走。天哪，是香蕉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男的扛树，女的装果。肉，是肉，真的上100斤！范哥，这肉要是烤熟了，天哪！昨晚联手把宋雅推出来当抬死嘴的，就是这6个。宋雅帮他们续命，他们转头往宋雅背上捅刀。几条喂不熟的蛇，留着过年。先别急着分肉，前面那片空地落了一地红果子，个头比拳头还大，石头没人摘。真的，比芭蕉还大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往北直走100米，你们先去摘，我卸完肉一起回。走，摘完早点回来帮范哥拌肉。是果子，范哥没骗人。今天他们能卖宋雅，明天就能卖我。不可控的东西，留着干嘛？树林里面，是树林里传出来的。活该，天道有轮回，报应啊！林帆，你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吗？不是带人进山找野味吗？现在被怪物吃了吧？那是不是意味着崖顶上面的物？干！还等什么？陈公，你说句话。周凯，要不咱们先把物资藏一部分，林帆真回不来，拿一半去跟下面谈判，换条命。林帆说了让我们守家，他要是回来，我们不死也得残。苏总承诺，被你们打死的人，他替你们赔偿，家属绝不找麻烦。周凯，要不分一半吧？咱们用石头砸死了人，回去往轻了判10年，往重了枪毙都够。除了苏清雪，谁兜得住？你不想回去，想一辈子在这破岛上当野人？张涛，这座岛不正常。昨天冲出来那几只巨蜥，不算尾巴超过4米，鳞片跟铁皮似的，还有那条几百斤的蟒蛇，这些东西不该存在。那架从雷达上消失，搜了2年连残骸都没找到的飞机，你还记得吗？370。如果这岛在搜救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呢？你第7天等不到，第70天你连等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到那时候，谁手里有物资，谁就是最后能站着的人。分一半出去，意味着你本来能活30天，现在只能活15天。你愿意拿命去赌苏清雪一句话？资本家许诺的东西，打折之后还得再除以2。等物资到手，回到文明社会，他身边有的是律师，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。
跟两个底层牛麻废什么话？林凡肯定被怪物生嚼了，就2个人，直接冲！张涛、周凯，这是你们唯一能体面回文明社会的机会，把水和食物放下来，苏总亲自担保。不配合，等我们冲上去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不行，先给他们几瓶水，稳住他们。周凯，你别来，有话好说。去你妈的文明社会！东西就在上面，有种上来拿！上来一个砸死一个，上来一双砸死一双。刚才有个人往树林那边下去了，宋雅，他现在是1个人。荒岛上没警察没监控，他要是被怪物拖走了，谁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去几个人，他一个女的走不快，把她带回来。用一个女人稳住这群蠢货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这货刚才想把物资交出去，今天踹他一脚，他嘴上服了，心里记着。等哪天我睡着了，他未必不敢从背后招呼一石头。不是体力上的，是那种你守住了阵地，却知道守不了多久的绝望。要是林帆没死该多好。张涛，一个人手动，白天还好说，可到了夜里呢？帆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别打了！陈杰他们以为你死了要冲上来抢物资，我吃饱了才有力气守住你的东西啊！滚！这笔账我记着，再有下次，你直接从这儿跳下去。帆哥，这就是野味。一袋芭蕉果，一袋獐子腿肉。去了那么几个人，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？陈琳琳他们死了，采了变异红火蚁的巢穴，过敏性休克，10分钟全死透了。你怎么没事？因为那条路是我给他们指的，我一开始就知道那里有蚁穴。他们6个演戏把我当傻子骗，这种为半口吃的能捅恩人刀子的白眼狼，留着不如给林子当肥料。在这无规则的地方，我不需要动手，动嘴就能让耍心眼的人尸骨无存。你们2个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宋雅，过来切几片后腿肉烤了。人呢？林子里传出那几声惨叫，我们都以为你。他拿了根拨火棒就冲下去了，说就算死也要跟你死在一片。装什么贞洁烈女？林帆已经死在林子里了，你以后就给哥几个当狗。帆哥，他们10几个人，那孙子阴得很，肯定埋伏了。你现在下去就是活靶子。兄弟们，我先来开个荤。石头只能防守，我需要能远程收割人命的东西。在公司装贞洁烈女，到了这破岛上，没监控，没警察，你今天喊破喉咙都没用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王强，放开他！苏总，这丫头跟林班一伙，林班砸死了咱们好几个人。我说，放开！你是他们老板，管得了他们，管不了我。你敢碰他，回去我让你牢底坐穿！鬼知道救援能不能找到这里。放开他！你不是死在林子里了吗？林帆，你没事？别过来，把刀扔了，不然我掐死他！我可以用物资换他，肯拿比命还贵的物资换一个女人，说明这女人分量不轻。你上面的水、吃的，拿一半出来，我就放了他。刘刚是吧？你是不是饿出幻觉了？一个女人而已，
你真以为他对我很重要？这几天他帮我看火盯水，我说什么他做什么，不用防着背后捅刀。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，好拿捏。我愿意出点东西保他，只是重新驯服一个听话的牛马太费时间，仅此而已。就算是干活的，今天也得拿一半来赎。你想屁吃！我上面的物资够我舒服过好几个月，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拿一半，我脑子被驴踢了。本来还想给你们带点刚弄回来的吃的，还有几瓶矿泉水。既然你们一直盯着我这边，那这事儿就先不谈了。吃的？你弄到吃的了？肉也不想给了，水也不想给了，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，反正我上面还有2个人。人在看到希望后，绝对不可能放弃。站住！老刘，咱们快饿死了，那可是肉啊，换点肉算了。女人顶个屁用，饿死鬼投胎，先填饱肚子才有力气，换水和肉稳赚。等会儿，林帆，你当别人都蠢是吧？你嫌换他亏本，嫌他是个麻烦工具。行，你不稀罕，我们稀罕。宋雅这停格，80斤家底，够我们下10几个兄弟撑好几天。进林子打怪物要人命，娘们儿比杀只鸡难不到哪儿去。少装文明人，等你们饿得草根都啃光，就知道这几10斤肉多珍贵。你们不吃，有的是人吃。说狠话谁不会？不信，以为我在诈你？林帆，别管我！他们是一群没人性的牲口，拿了东西也不会放我！你走，你走啊！这里哪有你叫唤的份儿？装清高，真当老子不敢杀人？一半物资，我给。这股要把人往死里打的狠劲，哪还是那个软饭男陈坚？小子，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赶紧上去把物资搬下来！刘刚，你没脑子？他自己上去搬，藏在溶洞深处，咱们根本看不见。兄弟们，想吃饱喝足，得自己上去拿。男的全部上去，把属于咱们的那一半全搬下来。对，林凡，你必须跟我们一起去，让张涛他们别放石头。男的全部上去。陈健，你是傻逼，还是你觉得我像傻逼？你什么意思？上面容工就20平米，能下脚的地方一点点。我让你们10几个全压上去，那是换人，还是让我把容工直接让给你们？我敢一个人下来跟你们废话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底细。饿了3、4天，全靠整理水、生嚼寄居蟹吊命。你们现在的体力比瘫痪强点，我要跑，你们连我后脚跟都摸不到。但进了溶洞就不一样，那是死胡同，只有一条路下山。10几个人堵在洞口，一拥而上，我手里就一把刀一把铲子，没本事一瞬间买平10几个脖子，把你们全放进去，那是引狼入室，拿我的命去填。我说过，他是个顺手的工具，我愿意出点东西保他，但他再顺手，也不值我的命。想要东西，只能派3个人跟我上去，上面除了我，还有周凯、张涛，你们上3个，人数差不多。为表诚意，你们先搬一趟物资，然后把宋雅还给我，再上去搬其余的。要是不同意，这笔买卖作废。你现在就可以搬起石头把他脑袋敲碎。我再说半个字，名字倒着写。他没走。别在这节骨眼上犯轴，人家话说那么绝，逼急了一拍两散，咱们全饿死在这儿。林帆那杂症说先给我们搬一趟物资，怎么样咱都不亏。林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们仨跟着他上去，眼睛放亮，他敢玩花样就跟他拼命，拖住3分钟。我们一听见动静，全冲上去。3对3，不会让他讨到便宜。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。操！吃吧，饿了就吃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你让我们吃？怎么？你们不饿？
他们这吃法，10分钟能造掉小半物资，你真要拿1半还宋雅？我多嘴了。给了，抢回来的概率很大。杀人不用刀，攻心为上。吃饱了，就准备搬东西。先搬一趟，把宋雅还回来，再上来搬剩下的。这半数物资搬下去，交到陈建手里，他一分配，你们猜，今晚还能不能吃上火腿肠？王主管，公司里谁都知道，王姐老公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到了这破岛上，你反倒成了陈建的跑腿。这一箱24包，分你们1半。下面沙滩，我替你们数过，20张嘴，20头饿狼，敞开肚皮造，超不过3天，连塑料袋都不剩。苏清雪说的救援几10道，你们不会真以为那天一早醒来，沙滩上就凭空冒出一艘几万吨的船，把你们大爷接回去吧？等东西吃完，救援还没来，海蛎子、寄居蟹被你们抓绝种，你们再上来找我，下一次你们拿什么来要挟我？我费这么大劲爬上这悬崖，就带回3天的东西，凭什么还要分给沙滩上那些人？要不我们先留一部分，就说林峰这边物资也不多。蠢货，你搬多少下去，10几双眼睛盯着，敢私吞1瓶水，陈建立马扣你破坏团结的帽子，煽动所有人撕了你们。王主管，你以前好歹是高管，陈建算什么？一个靠老婆吃软饭的窝囊废。你们想过没有，陈建为什么不自己上来？因为他知道上来有风险。我有铲子有刀，你们占不到便宜。你们3个，2个刺头，1个没脑子，正好是他最好的探路炮灰。你们被我弄死了，他借机肃清刺头，你们带物资滚回去，功劳还是他的。到头来大头被陈建、王兰占着，苏清雪、刘菲菲那种小优待，你们算什么？给他们卖命的荒岛牛马。等物资造光那天，你们3个就是第一批被放血的储备粮。操！这狗娘养的把老子当猴耍！老王，这小子说的对，东西绝不能便宜那帮张嘴等位的废物。那怎么办？空手回去没法交代啊。东西当然要拿，但不是给他们拿，是给你们自己拿。这1半物资不分20个人，你们3个独享，算算能吃多久？省着点儿，再去海边抓螃蟹，足够你们3个在岛上舒舒服服活1个半月。搜救队2个月来，你们也熬得过。至于下面那些人，撑死10天，全变成沙滩上的干尸。可是，林帆，我们要怎么独享？斜坡上光秃秃的，东西一搬出洞，下面的人一眼就看见了，藏不住啊！对啊，半道停下私藏，陈建那孙子准带人冲上来跟我们拼命。你们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？谁告诉你们要一次性把东西全搬下去？不搬下去，那下面那帮人能干？懂了，带上这10斤肉、1箱泡面、1件水，下去吧。饿到奄奄一息的野兽只会趴着，可你扔给他一块带血的碎肉。陈工，他们去这么久，不会出事吧？万一林帆真把那3个弄死，我拿什么稳住人心？下来了，他们下来了！水是矿泉水，有肉，那是鲜肉！给我一瓶，大哥求你了，那是什么肉？都他妈滚开！想抢，老子弄你！就这点儿，林帆就给你们这点东西。陈建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上去试试。林帆的杂种说了，这是他最大的诚意，剩下的物资他必须看到我们把宋雅放了送上去，才肯给第2趟。那宋雅呢？赶紧送上去换东西！那宋雅呢？不行，先放人。
他要是反悔在上面放石头，我们全抓瞎。陈公，说那些有什么用？大家晒了半天，嗓子快冒烟了。林帆既然给了诚意，能不能先分点水和吃的垫垫肚子？对，先分水。好，所有人退后，排队，由我分配。他喂下去的每一口，都在把这些人变成林帆的刀。不够，我还要吃。陈公，这就没了吗？陈公，那还有肉，不如现在就吃了。这些肉是蛋白质，留着晚上吃。现在先拿其他物资。陈杰，林帆发话了，想拿剩下那一半物资，必须把宋雅交上去。上面堆着成箱的火腿肠、自热米饭、方便面。送上去啊！还等什么？宋雅本来就是成功的人，他去换食物天经地义。对，把他弄醒，压上去。去，弄海水泼醒他。你们3个带他上去。等一下，绝对不能先放宋雅。王兰，你捣什么乱？不放宋雅，上面剩下的物资谁去拿？林帆占着天险，物资多得能砸死人。他会为一个只懂干活的女人交出一半身家。他既然不在乎宋雅，为什么又给这第一趟诚意？唯一的解释，林帆根本没打算给第二趟。这点东西不是诚意，是鱼饵。林帆在上面，除了让你们搬东西，是不是还让你们饱餐了一顿？你放屁！我们要是吃了，还能拿下来分给你们？臭娘们儿，你再废话，老子连你一块抽！心虚了，只要你们把宋雅带上去，上面那一半物资就是你们的。3张嘴，可比20多张嘴少。可林帆有刀，捅死你们也就几秒钟。王兰说的对，林帆在耍诈，把宋雅绑树上，只要人在我们手里，林帆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帆哥，你给王强他们3个到底出了什么主意？吃过肉的狼是不可能会去吃草的。他们带下去的那点面，不是救命粮，是催命符。你嘴角的火腿情油还没擦干净，还说自己什么都没拿。小梁，我还是你的主管，等搜救队来了，我可以直接让你离开公司。去你妈的主管！这破岛上谁管你发不发工资？打那些个偷吃度量的王八蛋！这是盛唐集团的员工，分明是一群为半块饼干就撕咬同类的疯狗。曾经骂我是软饭男的王主管，现在轮到你跪着了。明天恶红眼的人，有的是抢着把宋雅打包送上来换口吃的。林帆，人就在这里，你想要他活命，带上你答应的物资，自己滚下来换。帆哥，他们在下面叫板呢，咱们怎么弄？去告诉他们，诚意我已经给了，规矩我也定好了。想换东西，就按我的规矩办。找3个人带着宋雅上来，东西他们搬走。不想换，就别换。提醒他们一句，活着的工具才有用。那女人死了，或者被打残了，这笔买卖直接作废。下面的人听着，帆哥说诚意已经给了，规矩也定好了。想换东西就找3个人带宋雅上来，东西他们搬走。不想换就别换。宋雅死了或者被打残了，这笔买卖直接作废。成功！这杂碎根本不受威胁，他不下来，咱们干看着。对啊，什么时候就这么放着？先把人带回去。宋雅在咱们手里，主动权就在咱们这儿。回去商量好对策再办。生火。1人1块。
成功，肉吃完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宋雅那娘们怎么处理？那3个混头已经背叛了咱们，真按林帆说的，让3个人上去换物资。那怎么办？东西不要了？东西当然要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一半，是全部。今晚捡石头，每人10块。明天把宋雅压到斜坡底下，骗她下来换水。20几个人，几百块石头，一起砸死她。他犯了个致命错误，不该给我们那10斤肉。吃下去了，四肢有力气了，就有翻盘的本钱。林凡，救援明天就到，你只要给2件水，我们就放宋雅跟你走。那点生肉起作用了，想骗我下去，几10个人围走，把我当傻子。把那边的石头搬过来。林帆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他的命了！你放石头，宋雅也会死。陈健，你不是说想骗他的肉烤着吃吗？你不敢，我帮你。我敢弄死他，就看你敢不敢咽下去。散开！快散开！再堵在下面，下一波石头就没这么好躲了。撤，回岩峰。昨天的10斤肉，是我埋进他们肠胃里的隐心，现在我亲自点火。成功，换吧，把苏雅交上去，就算上去挨一刀，我也要喝一口那面汤。那是坑，他只让3个人上去，你们活不着下来。你就是怕死，老子不怕。昨天的肉，今天的石头，此刻的香味，林帆环环相扣，就是要逼他们自己推翻规矩，心甘情愿把人送上去。让他们去。把他带上去。林帆念着以前的情分，说不定能分我们一口汤。你算老几？要去也是老子去。苏雅，凭什么光你们男的去？我跟林帆一个项目组，我上去他认我。你给我滚开！我去。怎么不继续了？拿石头挨个砸。你们以为林帆煮面是发善心？那不是给你们吃的，那是掉狗的骨头。他连1粒米都没往下丢，就等你们自己咬死自己人。等你们死的只剩3个，他连物资都不用出，一脚把你们全踹进海里，痛快吗？抽签，牵头旗，底下长短不一，最长3根，拿人上去，剩下的老师在底下等，上面有吃的回来，大家分。先把眼前难关过去，行不行？抽。面子能当饭吃？不行，老子必须去！你们把名额让给我。去就是生机，不去就是等死。让，别说同事，亲爹都不行。你现在上去是最坏的打算。他手里有刀，你赤手空拳，万一他黑吃黑，把人骗上去就翻脸呢。那你他妈让我在这干等死？你带人去那儿堵着，只要东西下来，第一口绝对是你的。把他拽起来，交给他们3个。帆哥，人带来了。范哥，下面那群白眼狼不懂规矩，我们3个拼了老命才把人给您送上来的。对，您看那面和肉，我们能不能先吃点儿？好。果然，
根本没打算给物资。别杀我，范哥！我没打他，都是他们干的。我是被迫跟上来的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你可以问他本人。沙滩上的人全是隐患，他动没动宋雅不重要。苏剑，范哥，这个女的能不能别杀？理由？我26了，没谈过对象。我知道回不去了，就算回去，我干的事儿也够进去了。你把她留给我，我以后就跟着你，不管救援到不到，我都跟着你。一个四体不勤的女明星，留着浪费粮食，可对周凯有用。这人聪明听话，看清了现实，是个能忠诚的人。要是不行就算了，当我没说，我就是一时色迷心窍。行，人归你了。啊，但2条规矩，他吃喝从你份额里扣，他要惹麻烦，我连他带你一块儿处理。范哥，我保证不给你添乱。早知道能答应，我刚才怎么不开口？这伤，忍着点儿。林帆，不要说话，留着力气吹气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下雪了，4个人堵着我，巷子口有人走过，没人管我。后来有个大男孩冲进来了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单衣，手里死死攥着半块红砖。他不要命的打，被按在雪地里踹，头上全是血，但他没松手，一砖头把他们全打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大哥哥比我大3岁，住我家隔壁那栋楼。从那以后，我上学放学绕远路，就为了从他们楼底下过。也就是那时候起，我就一直喜欢他。喜欢这2个字，在荒岛上不能变成淡水，不能变成食物，不能变成武器。酒精用了大半瓶，没有抗生素，能不能活3七开。你先睡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身边要留一个信得过的人。周凯不错，他怕你但不恨你，又怕又不恨，那就是真福了。范哥，我想带刘菲菲去林子捡点柴，顺便找水让她洗把脸。去吧，1个小时回来，柴火2捆，少1根扣你晚饭。范哥，周凯那小子不会是带他去打夜跑了？你想要1个不？想。让你玩点刺激的。刺激的？什么叫刺激的？范哥，下面那帮人这会儿也该熬得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账也该结了。别把尸体丢海里，抬到山里去。那蛇只吃死的，不碰活的。尸体扔山那边，蛇有的吃，就不往咱们这边来。我不记仇，我记账。捣碎了，汁液吐进鲜肉里。饿了20天的人，连砒霜都尝不出来。方法有了，时机也快了。苏总，我以前在港口开吊车，海上出事，搜救多久响应，我说不准，但我知道一个数字：15天。你爹真那么厉害，15天找不到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这地方根本不在搜索范围内。你在码头开吊车，见过几次海上搜救？远洋搜救的标准周期是28天，这才几天？28天，那至少还有10多天。28天啊！行，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我们失事那天，从昏迷到醒来才2、3个小时，
那时候位置就在航线核心区，飘2-3个小时，飘不出规划航线吧？那为什么半个月了，连一条船影、一架飞机都没有？28天是我最后一张牌，牌打完了。你今天这张饼，我闻出馊味儿了。你们想听真话 ？GMDS 系统会在船舶失联后自动触发警报，15天，以国内搜救能力加苏总父亲的外援，最后已知位置方圆50海里，应该被翻过至少3遍。你是说，他们找了，但没找到？2014年3月8日，马航 MH370 机上239人，多国联合搜救，动用军用卫星深海探测器搜索超过12平方公里，持续4年，没找到。我们吃沙子喝尿，你苏清雪做了半个月，连这种事都不说。我没骗你们，当时我也以为，打从一开始就没救援，你拿这玩意儿吊着我们，就是怕被丢出去当肉盾。救援这2个字，是我在这荒岛上唯一的铠甲，现在碎了。既然救援来不到，留着他还能顶什么用？我先拿他出气。等会儿，我记得陈姐以前说过一句话。你们疯了！你们是人？人？苏小姐，这破岛上早没人了。我来！该死的人迟早会死，该疯的人迟早会疯。林帆，你能不能救一下苏总？你知道下面那些人对你做过什么吧？苏清雪也是他们中的一个。分肉那天，每人只有拳头那么大一块，苏总把自己那份撕了一半，塞进我嘴里，还有水，他省下来的，走到最角落里来喂我。一个人被打到不想活的时候，有人蹲下来把水递到你嘴边，那是坠入黑暗时唯一触到的一点暖。宋雅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是谁？你现在穿着我的衣服，吃着我的粮食，喝着我的水，用着我的药，你身上每一条愈合的伤口，都是我的资源堆出来的。你命是我救的，所以你这条命不只是你自己的。你拿着我的东西养好身体，转头替别人来跟我讨价还价，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？你要报恩，用你自己的命去报，别拿我的风险去填你的人情债。我冲下去杀10个，剩下10个围上来，胳膊豁到口子，没抗生素，3天感染，1礼拜我就跟那些尸体一个下场，值吗？你说的对，我没资格，但我还是想说，你可以说完再把我扔下去。我来求你救苏清雪，不是因为她那半块肉那几口水，是因为她有用。国家搜救力量多强，你比我清楚。今年找不到，明年呢？5年呢？10年呢 ？MH370 沉在几千米海底都找了4年。我们在岛上，只要卫星精度再高一级，只要一条渔船偏了航，我们就能被发现。苏清雪他爹苏振邦，全国首富，1年不行2年，2年不行10年，哪怕20年他也会找，哪怕1/1000，那也不是0。林帆，你想过没有？真有那一天我们回去了，你在这岛上做的每一件事，回到文明社会，法庭上不认这些理由，每一件都够判你好几次。但如果苏清雪活着呢？他是盛唐的老板，他爹是苏振邦，只要他替你说一句话，正当防卫，紧急避险，荒岛不可抗力，苏家请得起全国最好的律师团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抹干净。前提是他得活着，而且记着你的救命之恩。他那天把自己那份肉撕一半塞给我，省风水喂我，这种人心里还有底线。你救了他，他不会背刺你。苏家什么都欠得起，就是欠不起一条命。他的口粮和水从我的份额里扣，跟周凯、刘菲菲一样的规矩，不够我少吃一口，少喝一口，不多占你1粒米1滴水。他添麻烦，你怎么处理都行。1/1000，荒岛能过下去，但然后呢？打一辈子猎，守一个溶洞终老。我可以，但我不想。只要有概率，
就要留后手。苏清雪活着回去，就是我的免死硬牌。送肉下去，得有个由头。苏清雪就是那个由头。张涛，夹竹桃的叶子和茎，还有上芦的根，越多越好，捣碎几枝。范哥，这是要2种枝叶混一块儿，往猪肉里涂匀，后肉划几个口子也涂进去。等我在下面喊你，你就把肉送下来。林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不是刀，是铁皮。梁长虹，这半个月，这群人跟我打过太多次交道，而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。这个人，我要了。林帆，我愿意做你的狗，我告诉你真相，你收留我好不好？闭嘴！苏清雪，我要了。什么？带走，拿东西跟你们换。换什么？肉。什么？肉？野猪，昨天猎的，40多斤净肉。你拿1头猪换苏清雪？对。人肉那道坎儿，30斤干净猪肉，这笔账不用算。凭什么信你？你把人带走不给肉呢？那你就继续啃他的骨头。30多斤猪肉够你们吃5天。而且，你们干的这事儿真要出去了，是死罪。猪肉可没这个风险。换吧。行，先给肉。张涛，送下来！先把人给我。范哥，那肉多久能见效？夹竹桃里的强心苷，进胃以后先走消化道，快的话半个小时开始恶心呕吐。真要命的是后面的心律失常，心脏乱跳，跳着跳着就停了。那帮人饿了20天，胃壁薄得跟纸一样，吸收比正常人快。抢得凶，嚼都不嚼，直接吞的，2个时辰就死。40多斤肉，20来号人分，每人小2斤，这个剂量没一个能扛过去。明天早上以后，这里会少很多人。 20几个人，在他嘴里比杀鱼还简单。范哥，你之前说给我弄一个，可下面那些人要是都死了，死了好啊！啊？下面的女人死了就都是你的了，想要谁去谁那儿，没人跟你抢。这样，够不够刺激？ 苏总，苏总，你能听到吗？你安全了，林帆把你带上来了。林帆，谢谢你。回去以后，你杀人的事，岛上所有的事，我来处理。苏家的律师团，我爸在政法系统的人脉，足够把这些抹干净。正当防卫也好，紧急避险也好，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。这是我欠你的。 我救你是一码事，你活着对我有用，所以我把你拎出来了。但你别搞反了因果。你说的那些，最多换我救你一命，以后你要吃我的、喝我的、住我的地方、用我的物资，就得付代价。你想怎样？让我高兴。在这座岛上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只是表面意思。你是苏清雪，凭什么被一个实习生这么说话？我会自力更生的。 林
林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搬石头、砍柴、挑水、当牛做马都行，求你放过我！之前打松雅不是我的主意，是王兰，都是王兰让我干的。拿松雅换食物，勒索苏清雪，每一步都是她在背后指挥。陈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老子不是男人又怎么样？老子现在就想活。从结婚那天起，你就把我当妻子，脏活我干，黑锅我背，好处你拿，骂名我扛，我受够了。你以为你把我卖了，你就能活？你这种人，离了我活不过3天。那我宁可活3比跟你一起死强。踹宋雅那几脚我记着呢，胸口3脚，肚子1脚，拽头发摔礁石上。你比他聪明，不想做恶人，就让陈建当出头鸟。废话不多说，你们2个只能活1个，但活谁，不是我决定的。那谁决定？陈建，结婚几年了？7年。7年里被他当棋子，当挡箭牌，别人笑你软饭男、窝囊废，你出过1次气没有？你养了10年的狗，当着我的面把你卖了个干干净净，心里不是滋味吧？既然都看对方不顺眼，那就打一架，谁赢我留谁，给食物给水，跟上面的人一个待遇，输的留下来跟外面的尸体作伴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赢了就留我？我说过的话，什么时候没算过数？别怪我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不想死。离了她，陈建活不过3天。可这样一个女人，留下来，真的听话吗？我赢了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，没问题。但能不能留下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涛，范哥，你不是整天嚷嚷着要老婆，你不心动？苏清雪、刘菲菲那样的是名花有主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可王兰不一样，王兰是范哥亲口送到我面前的。解决了吗？林帆把苏清雪留在身边，他真正站到林帆这边了吗？苏家大小姐心气那么高，不到最后不会主动低头。可要是有人推她一把，让她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周凯能留，因为他是条能扛的牛；你能留，因为你听话。但小涛光听话不够，狗也听话。主人要的是一条会主动叼东西回来的狗。帮林帆搞定苏清雨，林帆会赏我肉，赏我水，赏我一块好位置。难怪陈建的窝囊废能当智囊，真正的大脑是他。范哥，咱们7个人吃喝全靠您操心，我觉得吧，有些人太不懂事儿了。周凯搬石头放哨，宋雅伤没好也帮您整理物资，我要干啥干啥。就有的人被救上来啥也不干，往那儿一坐，跟住酒店似的。范哥，我不是针对谁啊。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的阴阳怪气，比你上当速多了。范哥，您拿40多斤猪肉把它换上来，那些肉够咱们吃多少天了？这女人都被逼到这种地步了，被讲却始终没完。而那条蛇，很快就会闻着尸体的味道，往平台这边爬过来。苏清雪，你他妈装什么装？还端着，你端给谁看？你那个盛唐集团在3000公里之外，你爸的人脉在京城，你的律师团在魔都，这是荒岛，你懂不懂？你那些破玩意儿在这儿一文不值。苏总统，范哥救你一条命，你拿什么还？拿嘴说，嘴能当饭吃？现在你吃着帆哥的，喝着帆哥的，一点忙帮不上，连个态度都没有。帆哥说的还不够直白吗？他的意思是，只要林帆开口，我就必须照做。张涛这套说辞，凭他自己可拼不出来，是王兰教的，他只是照着说。付不起就别赖着，下面岩缝那么大，找个角落待着去。你想让我走，行。苏总，下面那些人都已经没动静了。我知道，我苏清雪这辈子没欠过谁，既然暂时还不起，那我就不再留在这里。林帆，你说句话啊！苏总，下面那些人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，残留的气味很快会引来别的东西。虫群容易避开，巨蜥也未必会靠近平台，但远处活动的那个大家伙，
不一定会停在下面。下面倒着20多个人，残留的气味散不开。对那条蛇来说，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最明显的目标。它会不会现在出现，只能看运气。可这种事情，你比谁都清楚，不能赌。真把它引过来，下面那条路就彻底走不通了。小涛，我们去捡柴。菲菲，跟我去砍竹子。王兰刚才到底对他说了什么？宋雅，你也去帮忙。林帆，你赢了。你在盛唐待了多久？3个月。4个月。4个月的底层实习生，月薪多少？3500。3500的实习生，把身价100亿的豪门总裁逼到了墙角。我苏清雪，20几岁把市值从几亿干到100亿，金融街的基金经理排队等我签字，排到电梯口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大的让步，是把分成从73调成64，64那都是我的底线了。结果现在呢，坐在山洞里，一口干净水都得看别人脸色，而让我看脸色的这个人，4个月前连给我端咖啡的资格都没有。好笑吗？挺好笑的。你那300亿市值里，有多少是从加班到凌晨2点的牛马身上榨出来的？你干的那些事儿，搁文明社会有个好听的词，叫资源整合。搁难听点说，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没本质区别。你们苏家坐在42层喝手磨咖啡，让底下3000号人拿3500的工资替你创造300亿，好听点叫企业管理，不好听点叫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开场白够长了，你也铺垫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该聊正事了？做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不对劲。王兰30出头，身体正常。不止王兰，苏清雪也是，不是人的问题，是岛的问题。磁场影响的不止仪器和天象，连生育机能都被压住了。该死！72小时，3天，第一次海啸把游轮掀翻，几百人全死了，我们被甩到这座岛上。第一次海啸是入口，那第二次是出口，还是第二波投放？和第一次一样，再从外面卷一批人进来，新的幸存者，新的变量。几个人，带没带武器？是吓傻的白领，还是一群退伍兵？全是未知。新来一批人，凭什么听我的？2拨人撞上，最坏的结果是对方里出个比我还狠的角色。3天，有比陷阱更重要的事。第几天了？第57天。收拾东西，所有人进山，手里有粮，才有筹码跟未知的东西谈规矩。帆哥，这日头去了得晒成干巴。太长时间没见血，你想放放鞋？帆哥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。仗不能成死仗，有机会就得拼。死个人在这儿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说是踩空了，连借口都不用编第2套。在公司我熬不到总裁，可这座荒岛上，谁规定算账的不能坐庄？这鬼路怎么走啊？摔下去不死也半残，这座岛上半残等于死。菲菲，危险！苏总，你没事吧？你叫唤什么？存心吓我是不是？那藤差点扫到你的脸，
这次要划到口子，你以后还怎么排戏？脸是他的命，这岛上饿死事小，毁了人，活着回去也比死了难受。清雪，对不住，王兰一叫，我脚下一滑才推到你的。太巧了，可我找不出破绽。刘菲菲为张脸大呼小叫，自私的太符合人设。他俩平时也没交情，走个路都走不明白，出来添乱。帆哥，我们几个走2步歇3步，尽是拖累。外头有野香蕉、野果子，我们4个女的就在这边缘找吃的。你们3个进去弄肉，还快。方哥，这话在理，带着他们速度慢1半。就在这片，别超过那边，有事大声喊，别往里凑，老实待着。可算走了，累死老娘了。文文，这好东西，捣碎敷伤口，马旋止血，多备点儿。苏总，这得赶紧处理，我去找东西给你敷上。这荒山野岭的，眼神宋雅却冷得像冰，找什么？时机刚刚好。苏总，这草能活血化瘀，王兰刚教我认的，村里磕碰都用这个。等一下，宋雅，你拿错了。我教你的那种叶脉是对生的，一左一右成对。你手里这个叶脉错开长的，不是一个东西。对不起，苏总，我没认仔细。苏总，用我这个，我跟我爸在山里跑了20多年，认草不会错。苏总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以前在沙滩上，我确实算计过您，可现在都第57天了，回不去了，那些恩怨没意义了。大家都是女人，搭把手总比使绊子强。知道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王兰给的。这岛真会玩，连草都长得像一场诈骗。王兰教草，宋雅摘错，宋雅自己敷。苏清雪破皮的伤口毒之一渗，很快就危险。到时候动手的是宋雅，可宋雅根本不认识这有问题的叶子。王兰没直接碰着东西，只负责教，还能站出来说是宋雅没认此事，把责任绕出去，自己还不沾边。这女人不能小看。林帆，王兰这个人留不得，今天能借宋雅的手，明天就能借张涛的手。急什么？这还不急？7个人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他这1个多月太老实。我现在突然弄死他，其他人不会觉得他该死，只会觉得我今天能杀他，明天也能杀他们。那你就不怕他哪天算计到你头上？他拦那一声，到底是良心，还是在试我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不是在说王兰要弄死我？也不一定是王兰想弄死你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宋雅吃醋了？林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想啊，这1个多月你天天勾引我，宋雅平时不争不抢，万一心里憋着呢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以后都别来碰我，我求之不得。苏总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人了。你以前觉得我不像人？以前像一台会签字的制冷机，进口的，贵，但不好用。你干什么？多脏，你知不知道？口水里有氮小酶，杀菌。这岛上喝口干净水都要拿命换，你指望我开瓶依云给你洗伤口？那是迷信。你把这玩意儿敷破皮伤口上，是要我截肢吗？我宁愿疼死。不要口水，那换配方。老一辈说尿液消炎最好。你别过来。自己动手，还是我动手撕？不弄，你以后只能光腿钻林子。忍着点儿。先别动，会有一点不舒服。
我操！虽然是荒岛，也该避避人吧？搞得我都想。林帆的事，少看少问少议论。叫的也太夸张了。刚来的时候那么看不上林峰，现在倒知道主动示好了。行了，明天能消点肿，能不能走看苏总造化。你故意的，你刚才明明可以轻一点。苏总，你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？我是给你揉淤血，不是做美容按摩，轻了没用。这里不是公司，也没人会因为你逞强就高看你一眼。不舒服就说，别拿自己的状态赌气，能活着走出去比什么都重要。王兰，走，咱俩也去放个风。苏总现在状态确实差了不少，连扔东西都没什么力气。别拿那种眼神看我，我没那癖好。你这种人，居然还谈优先级？没我这种人，苏总早死了。你现在还嫌弃起来了？今晚别洗膝盖，药还没敷够时间，你自己弄掉。明天走不了路，别让我背。谁要你背？那就自己慢慢走。说话难听，手也贱，偏偏他那些烂方法还管用。小女人，在盛唐，没人敢把我和这3个字放在一起。不对，林帆救我是因为我有用，他分肉护着我，处理伤口，都是在维护他自己的秩序，就像老板维护一件还有价值的工具。我苏清雪什么时候也会因为这点照顾就开始动摇了？苏清雪，清醒一点。宋雅那傻娘们把毒草都拿出来了，你那一嗓子喊什么？让姓苏的用上，烂了那条腿不好吗？烂了腿成了废人堂里面当祖宗，我去给他端屎端口，还是你去？张涛，在公司算账最忌讳做单边账。今天这一出，我教宋雅认错药，又在他贴上去那一瞬喊停。我图的是让林帆看见我，看见一个苦力和看见一个有用的人是两回事。一个能分辨毒草的人，和一个只会挨打的女人分量不一样。你真他妈是个疯婆子！怎么，怕了？老子不去！这事儿你爱找谁找谁，我不干！周凯是林帆手底下的头号打手，真出了事，林帆能活剐了我。周凯一死，林帆身边没人可用，弄死林帆，这岛上就是你我的天下。苏清雪一线明星，刘菲菲百亿总裁，都是你的，你不心动？有命玩才行。这事儿露了馅儿，他能活拐了我。所以你这辈子就只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剩饭。吃剩饭也比送死强。今晚这事儿我当没听见，你也没跟我说过。张涛，别忘了当初那个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是把那事儿跟林帆提一嘴，都不用多拿证据。以他的脾气，你今晚还睡得着觉吗？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老子！怎么不掐了？掐死我！这事儿烂在肚子里多干脆。我就想活下去，你非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干什么？在文明社会，我做够了牛马。在这荒岛，我不想再当供人驱使使的畜生了。我们两个从背后偷袭，还弄不死他。他一死，你就是林帆，我做苏清雪。反过来，让他们做牛马。你最好做好万全准备，方向不对，老子第一个把你捅出去，鱼死网破。合作愉快。走吧，你出来太久，惹人起疑。免费的永远最贵。谁都有见不得光的心思，只要不耽误干活，懒得深究。水快没了。那条蛇这2天不在，趁他不在，往里穿找水。先吃东西。明天你走前面开路，往深处多进去，多吃点，把力气憋足。这傻缺，那天被抽筋扒裤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
手溶洞。按计划，该打戏台唱戏了。这玩意儿能吃吧？别碰，汁液有毒，碰上伤口烂手烂脚。这不跟上回吃的那个差不多吗？长得像，不是一个种。你看这红斑，上回那个没有。这个能吃，嚼碎了吮汁，别吞渣。这个能吃，这个止泻。那个碰都别碰，吃了脱水。在这地方脱水就是等死。你咋认识这么多？小时候跟我爷爷进山，他是采药的，1年半年住山上，山里吃错一口，命就没了。这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早搭好的戏台子。他说的全对。他以为在亮体牌，可他不知道对手手里捏着透视挂。继续走。走啊！发什么了？他是底层出身，大概也进过山，认得草。林帆，到底还有多远啊？再走下去，我真要死这儿了。林帆，等一下，那边有水。真的？这里土湿的不正常，决液朝向统一，说明那边有风口，风从水面过来。还有这个淡水螺壳，不是海边那种，附近有活水，不远。我操，这都能看出来？刃草是小道，这是水源判断。在荒岛，水就是命，他不可能没反应。方向错了点，从这边走，980米，前面有道下切沟，水流1.2米到1.6米，西边有棵倒树，树根下面有螃蟹。范哥，你前面来过？没来过。那你怎么说的跟导航似的？你要是闭嘴，我还能更像点。这不是经验，这是胡扯。走这边。我听见了。真有道术。林帆，你到底怎么判断的？猜的。猜的，没有人能把一队人的命压在这种猜上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山里人认识点东西，很稀奇。小时候农村长大。帆哥，你们农村人都这么邪门？我们老家也农村，我咋只会偷玉米？所以你现在背篓。这水真甜，不像蒸馏水，一股塑料味儿。这地方有问题。有大型动物来过，脚印被水泡散了，可草折断的高度不低，还有腥味，不是水腥，是动物巢穴附近那种味儿。那这水到底有毒没有？看流向是地下水，没毒。找水只是价值之一，能提前判断风险的人才活得到最后。上面有东西，不止一只秦居，巢在上面100多米，正主眼下不在，但不会走远。什么东西啊？水獭。水獭？动物园里抱贝壳那个，挺萌的啊。那是海獭。这萌物能把你脚趾当花生米嗑。那还装个屁水？跑啊！装满再走，咱们有20分钟。认草能解释成农村经验，找水能归到野外经验，可他刚才对危险的判断已经越过了经验线。周凯是林帆手里最顺手的刀，这把刀一断，林帆就得露出空档。昨晚已经想好了，利用张涛。张涛是个废物，可废物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事后好推出去顶罪。可今天西边发生的一切把这条路砸断了。原以为会认草、会找水、会判断危险，等于砍出一条活路。我会的
林帆全知道，没有稀缺性就没有玩家权，没有玩家权就没有免死金牌。计划必须改，而且要提前。他也许正在等除掉我的时机。我不走了，打死我也不走了，这到底还有多远啊？周凯，你吃了大块肉，有力气开路。我们这些背水的呢？帆哥，我不是不走，就喘两口，真喘两口。不对，一路上林子再闷，总有虫鸣，有腐叶底下爬动的细响。可现在，那些声音全断了。他判断的危险，只会比说出来的更大。范哥，我不是不听你的，我是真起不来啊。周凯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手里那根矛是摆设吗？真有东西，范哥一弩箭不就解决了？蠢货，起来！张涛，帮忙戳他眼睛，争取几秒就行。不是冲我就行。放个屁！老子不想死，你快跑啊！完了！周凯，往左滚！他不是站在安全处捡便宜，是为了救周凯，主动站到了野猪能重新冲撞的位置，一剑换周凯一条命，也换他一辈子的忠诚。这种人比冷血更可怕。这条命是凡哥从猪嘴里硬拽回来的。别砍了，拔刀，插脖子。这畜生不死，今天谁也别想活。你别去，眼珠都是一群一群的，林子里还有呢，你现在跑出去送死吗？林帆受伤了，他受伤关你什么事？他那么厉害，死不了。这种干净，现在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范哥、凯哥，你们太牛了，200-300斤的野猪硬给弄死了。我那腿从水潭那边就抽筋了，我爬树也不是光顾自己，我那是站高点给你们观察敌情。周凯，你听我。范哥，别怪我坏规矩，实在是这孙子做事太不地道。我是为了救他才跳下来的，可他爬得比老鼠还快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早凉了。这荒郊野岭，林帆顿一句话，我就能变成那头死野猪一样的烂肉。范哥，我真错了，腿软了，真没想坑凯哥。他坑的不是我，要杀要留，你自己拿主意。别打了，周凯，我有话说。范哥，我要立功。昨晚借刀杀人，弄死林帆和周凯，他要拿这个换命。周凯，停一下！这猪300多斤，满地是血，
血腥味顺着沟风吹出去，最迟20分钟，周围的食肉动物全得闻着味儿过来。张涛是软骨头，但他也是100多斤的劳力。你现在打死他，这野猪我们只能扔一半在这儿。要来搬第2次，半路上再遇上什么东西，大家还得拿命填。他在赌林帆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，在他眼里，张涛的命连地上一块猪肉都不如，物资永远大于恩怨。留着，让他把水和肉扛出林子，是杀是留再慢慢算。他嘴里的秘密还压着，今天保下他，不过是把刀暂时收回鞘里。你伤在哪儿了？没事，我给你弄水洗洗。脱衣服。这水来的不容易。你不洗干净，伤口会化脓感染。苏总，你不会是要上演霸道女总裁上穷小子吧？你想多了，你死了，我的安全就没保障。我不关心你，难道关心张涛？荒岛上能活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你倒下，外面那些人谁都压不住。你以前不是这么伺候人的。以前也没人敢让我伺候。谢谢，帆哥，我跟王兰上去捡点柴，肉要熏一晚，柴不够。我今天拖了后腿，我认，多干点。白天你说要立功，立什么功？打死也不能说。就是干活啊，打架不行，找水不行，可我有力气，搬水、背肉、挖坑、扛东西，脏活累活我来。你难道不是怕我再揍你？去。过来，我让你过来！白天老子被打成这样，一个个都看老子笑话。收拾不了周凯，老子就拿你切火！你脑子里除了那点破事儿，还剩别的没有？白天被野猪追，被周凯当狗打，被林帆当垃圾看，现在连你也敢跟老子吆五喝六！你要是还想活，就把火压下去。林帆已经起疑了。白天他问你立过什么功，你真以为他没听懂？他要真起疑，刚才为什么还放我出来捡柴？因为现在缺人背东西，等水有了，肉熏好了，洞里稳了，你猜林帆还留不留你？周凯吃多少你吃多少，林帆救他分肉给他，把刀给他用。你呢，连挨打都得看他脸色。往后他周凯是林帆的小弟，你就是周凯的小弟。那你想怎样？今天周凯差点被野猪顶死，还能爬起来捅刀，那孙子现在跟疯狗一样，你让我动他，找死！谁说要硬拼？这是什么？毒蜈蚣，正常的筷子长，这条大了3倍，咬周凯一撑不过几个小时。今晚等人睡熟，把它塞到周凯垫子边，用树枝顶开木塞，开口朝他，别朝自己。他就会咬。蜈蚣喜欢热，火一小，它往有体温的地方钻。周凯满身血味，伤口又没包严，比你像。他一被咬，你第一个喊，第一个去扶，再一脚把蜈蚣踩死。荒岛虫多，谁也拿不住你。行，弄他。坡上柴室不好找，牙漏风以后，说话倒顺耳了。今晚之后，看谁还笑。什么东西？我腿！我腿！是不是野猪又来了？周凯，你倒是说啊！
被火烧，骨头缝里烧，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咬了。宋雅，点火吧。这什么？不会是蛇吧？不是蛇，蛇牙印不会这么密。帆哥，你看我干啥？那条黑虫钻进石缝了，找不到，就是老天还站在我这边。我第一个起来扶周凯的。洞里虫子多，白天拖回那么多野猪肉，穴位大招虫也正常吧？有药吗？凡哥像是总砍了吧？砍一条腿，总比人没了强。周凯，你别说胡话，范哥肯定有办法。滚远点！能保就不砍，何况砍了止不住血，一样是死。忍着点儿，来吧。宋雅，火；苏清雪，刀。这孙子命硬，白天野猪都没弄死他，一条蜈蚣真能死吗？会很疼。来吧，凡哥，别乱蹬，我先给你把毒血放出来。宋雅，给我一截木棍。张涛、王兰，他叫我们干什么？半边颠、鬼颠草、车前草，你认得？为了证明自己有用，我亲手录过这一手，现在成了架在脖子上的刀。若说不认得，就是撒谎；若认得，就得出去。认得。10分钟，你和张涛10分钟内找回来。找不回来，周凯这条腿废了，你们2个给他陪葬。宋雅，火吧。水。苏清一刀。换矿泉水，搬一整天出来。溪水再清，也全是泥沙虫卵，冲进开放伤口，不用等毒发，感染就能要命。范哥，这水金贵啊！水哪有命金贵？前几天他杀人灭口，是所有人眼里不择手段的暴君。可几十瓶救命的水，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原来那层冷血外壳底下，那个林帆还在，只是在这鬼地方，他的仁慈换了一种更狠的活法。活着的人才配用资源，血还是黑的，毒渗进皮下了。宋雅，火把靠近，压住他，压住他肩膀。我说，走慢点行不行？等周凯毒攻了心，咱们再回去。到那时候，神仙来了也没用。这男人不仅蠢，还蠢得毫无大局观。要不然，直接别回去了。他这话是随口反讽，还是真动了这个念头？那溶洞是全岛最好的庇护所，有天险，有肉，有水。咱们费这么大劲弄死周凯，不就为了留下来？那你没听见林帆的话？20分钟，回不去，咱们就得死。找草药又不是买白菜，黑灯瞎火找不着，回去说迷路。那是你，他定20分钟，不是随口瞎编。半边打讨喜阴湿，车前草长在水沟边，这片坡白天走过，湿度够，必定有。我当着林帆的面认过草药，讲过习性，他清楚我的能耐。20分钟绰绰有余，回不去，他就断定我们在拖时间。他不需要证据，只要起了疑，今晚就能把你剩下那几颗牙全敲碎。万一林帆真把周凯救活了，他明天醒过来查到我头上怎么办？周凯活不了。你说真的？这些草只能压毒，不能解毒。这里不是医院，没血清，没抗生素，没破伤风针，连缝合都做不了。那咱们还急什么？急，越急越像我们真想救他。这才是他要的账。周凯是毒虫咬死的，我们按时找药回来，林帆就算怀疑，也没有当场砍人的理由。半边颠、鬼脚草、车前草都在。
范哥，20分钟，我们真没耽搁。站远点儿。能不能保住？不清楚，我只能让毒慢一点往上走，后面看你自己。范哥，我这条命是你的。周凯要是活下来，我张涛以后连狗窝都没得睡。先活过今晚。蜈蚣，好大一条蜈蚣！妈呀，这玩意儿咬人真能要命吧？这么大的蜈蚣，洞里真有，早咬人了。住了2个多月，早不咬晚不咬，偏偏今晚。现在周凯还吊着命，要他们的命，也得等他们把最后一波余热发挥。那条蜈蚣，明天再说。水不够，省着喝也只顶10多天。海啸之后变数太多，必须再囤一批。拿背篓装上瓶子，带上张汤，去昨天那个山沟，把水装满背回来。周凯这条萌犬子废了，林帆身边没了能打的人。今天进林子，只要他一落单，张涛从背后一石头，这事就结了。可他偏偏不去。你不去吗？沙滩上有事。昨天谢野猪内脏全扔在那儿，过了1夜，腥臭味顺风吹开，方圆几里的食肉动物全得闻味过去。我和张涛2个赤手空拳的，对付不了1头野狗。没你带头，有命进绳子，没命把水拿回来。范哥，王兰说的对，现在去就是白给啊！吃了几天饱饭，连这荒岛姓什么都忘了。你跟我算战力？我带你回来，分你水，分你肉，让你安稳睡一觉，是请你来当大小姐，是不是脸色给多了？你们就敢肆无忌惮的讨价还价？王兰、张涛进林子打水，今天2趟。林帆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不借，有话站这儿说。当着他的面，那蠢货为了活命，会把我一字不落全抖出去。范哥，就我和张涛2个人打不回多少水，真遇上野兽，人多也好有照应，不如让苏总、宋雅、菲菲一起去。遇上野兽，我不用跑得过野兽，只要跑得过队伍里最慢的那个。王兰，你拉谁下水呢？林帆指明让你去，你聋了。周凯烧还没退，我得留下看伤员。刘菲菲留守照看周凯，苏清雪、宋雅拿筐跟我下沙滩，王兰、张涛进林子。范哥，如果一个……谁教你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的？你那点借力打力、拉人垫头的职场心眼儿很高明。你真把这儿当省堂工团了？需要我给你摆张会议桌，端杯咖啡，再陪你写份利弊分析报告？你要不要赌一把，我今天敢不敢杀你？我去，我马上去。背篓，今天必须跑2趟。把洞口的石头堆起来。堆石头干嘛？防人。水、肉、绳子，这几天都得囤够。防谁啊？王兰他们？我和苏清雪没回来之前，不准让任何人上坡。人到坡下，先喊，喊不住就砸。你这2天很怪，一直在囤水囤肉。昨晚周凯出事，你没追查无功，早上又急着把王兰赶走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找绳子布条，越多越好。海啸要来了。什么？就像当初掀翻游轮那场一样，甚至比那场还要厉害。你确定？海啸不只带来水和垃圾，还会带来其他人。和我们当初一样，被浪卷上岸的人。差不多，多半昏着脱力受伤，脑子还停在文明社会。你要绳子，不是为了救人。普通遇难者也会喝水、吃肉、战斗。再来一批人一样会争会抢，我们这点物资是用命换来的。那你到底怎么判断海啸会来的？猜的。
你说海啸要来，我信了；你让我找绳子，我找了；你说有幸存者，我连怎么安置、怎么隔离、怎么防范都想好了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些全是猜的。猜错了，损失半天力气；猜对了，少死几个人。没数据，没设备，没支援，所谓专业流程本来就是奢侈品。你真会使唤人。你也可以使唤我。你听吗？不听。太巧了，巧得让人不舒服。周凯腿上那伤，你怎么看？能怎么看？用眼睛看呗。像你这种满嘴胡话、沟通全靠别人猜的人，回了文明社会，我连简历都不会让你过。那你们公司以前怎么招进来那么多废物？林帆，你发什么疯？没有我这个没规矩的野路子，苏总这会儿早泡发在海啸里，指不定被哪条鲨鱼当了点心。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林帆，你听楚回去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让保镖把你绑了，我绝对让你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？就凭你这副身板，我倒真好奇，你想让我怎么生不如死？今晚回溶洞，你直接来。闭嘴！说正经的，你到底留王兰到什么时候？周凯腿上的伤就是王离在背后策划的。昨晚太乱，可他拿草药浇疤的流程太顺了，顺得发毛。他想借张涛那个废物的手废掉我身边的核心战力，那条蜈蚣凭张涛的本事根本弄不到，是王兰给他准备的。事成事败，张涛都是那个背锅的挡箭牌。在公司，王兰只是个整天被骂的老实财务，失了规则的束缚，这女人骨子里的阴毒全露出来了。既然你什么都看出来了，昨晚为什么不动手？这等于留个定时炸弹在身边。榨干剩余价值，这不是你们资本家最擅长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他不敢下毒，他知道我防着他，拿回来的食物和水我都让他第一个吃。我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是张涛。王兰，别往前走了，我总觉得这里有东西盯着咱们。那姓林的自己在沙滩吹海风，凭什么让咱们来送死？王兰，你疯了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没卖你啊！你当然没卖，因为你还没机会卖，而且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。你杀了我，这片树林里可就没人能保护你了。兰姐，别这样！我们两个来打水就是找死，你跑得比我快，真碰上事你会回头救我？会，我发誓，你让我咬谁我咬谁。你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周凯废了，林帆身边少了一条能咬人的狗，你原本还能当脏手继续背锅，可你太蠢。昨晚蜈蚣没咬死周凯，你就没用了。再留你一天，你为了活命，迟早把我供出去。不会，兰姐，我真不会。林帆要发现，我就说是我自己干的，跟你半点关系没有。这就是这1个多月你玩我的代价。兰姐，真把我丢在这里，对你也没好处。这里什么活都缺人干，我还能帮你，咱们两个互相照应，总比一个人强吧？兰姐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饶我！现在知道怕了。林帆要是怀疑这血是我自己的，过几天他就成一滩兽粪，谁也分不出他是怎么没的。救命！有东西！林帆，救命！在这儿等他们。有东西从草里扑出来，太快了！张涛被拖倒了，喊一声就没声了。什么东西？像野狗又不像，背很低，牙很长。要不是张涛挡那一下，死的就是我。林帆，这岛上不止我们一批人。你说什么？你看到人了？没看到活人，但我看到一个帐篷，
军绿色的野营帐篷，又破又旧，绝对不是我们游轮上的东西。我没敢靠近看，张涛遇袭，我只顾着跑。你们要去，我可以带路。不是拿假线索换命，就是想把我引进陷阱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回溶洞拿弩箭。你要敢耍花样，我让你死得比张涛还痛苦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真信他？那女人眼神根本不对，张涛8成是他弄死的。我知道，张涛大概率就是他砸的。那你还顺着他走？我要确认那里到底有没有帐篷。有，说明这岛之前就有人常住，那比他一条命值钱。一个女人，翻不起什么大来。张涛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野兽袭击，也可能是被人拿石头砸死的，不重要。从现在起，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，任何人喊救命，你们都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洞口。如果有其他幸存者，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洞。王兰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才走了不到10分钟，人呢？跑了。看你去拿武器，兴许跑了。他没那个胆子，进林子是送死，回溶都进不去，留在这儿是他唯一能活命的筹码。跟在我后面走。这血量不像正常活人流的。别看，深呼吸。林帆，太可怕了。是张涛。可王兰不是说张涛在树林里被野兽扑倒咬死了吗？他还哭着说自己9死1生逃回来报信。钝器反复砸的一块石头。这是王兰。野兽的牙和爪做不到这种断口，就算是岛上那些变异猛兽，也是连皮带肉往下拽。这是刀，能一刀砍断骨头的重刃。刀？可这岛上不是只有我们几个吗？这座岛上除了我们，还有别人，有武器，有杀人的能力，更有杀人的意愿。张涛先死，血已经发暗，可王兰死不超过5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就在附近。先回去。有人在看着我们。苏总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是不是王兰那个疯婆子动手？没受伤。苏总，林帆，你不想知道。宋阳，照顾好他。林帆，你别走。那具尸体的凶手到底是谁？刘菲菲，海难那天所有人醒过来以后，有没有人往树林里去过？没有，那会儿大家全围着苏总，都觉得跟着老板能等到救援船，谁往林子里跑？第一批幸存者排除，游轮上的人也排除。那帐篷里的人不是我们这批。这座岛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有人了，而且他们活到了现在。妈呀，又烧起来了，比昨晚还烫！范哥，别说话。没有抗生素，没有血清，这条腿保不住了。两边都在逼过来。不对啊，天刚亮才出去，撑死3、4个小时，太阳该升起来了，怎么越来越黑了？风呢？这破岛从来没停过风，大白天到一丝都不动了。海水退得越远，
回来时就越凶。林帆，是不是有海啸要来了？那我们怎么办？跑吗？往哪儿跑？不跑，这洞够高，海水上不来。你确定？不确定。那你还让我们待着？你想出去在爆潮里游2圈？什么声音？结束了。第2波会更大。还有，海啸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一波接一波，后面的比前面的猛。妈，我想回家。顺着这股退潮的力，人能被带到外海，这是离开这座岛唯一的办法。可下去跟丢根树枝进片机没区别，下一波水墙来，人会被拍成肉泥。